4050，一夜失守。周二黄金收跌0.94%，白银更狠，一天重挫2%。黄金收在4038，离4000这道大关只剩最后一步。这一跌到底是趋势要反转了，还是美联储开口前主力的最后一次洗盘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点金日记，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。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，星期三。我们照例回顾隔夜这一整段的行情，看看周二美盘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再一起把今晚这场重头戏——美联储的利率决议提前捋清楚。老规矩，先郑重提醒您一句，我讲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观察和分析，只是个人观点，不构成任何投资、交易或理财建议。市场有风险，您的每一个决定都请自己拿主意，自己负责。在深入之前，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。第一，黄金周二收跌，报4038，白银跌得更凶，收在57.53，两个品种一起走弱，白银领跌，金银比价悄悄升到了70以上。第二，压着价格往下的不是别的，正是今晚美联储决议前的观望情绪和美元的走强。尽管10年期美债收益率其实还在往下走。第三，接下来最关键的一件事，就是今晚的美联储利率决议以及黄金4000这道生命线守不守得住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。先说整体的盘面感觉。周二这一天，贵金属市场弥漫的是一种典型的决议前氛围，谨慎、观望，外加一点获利了结。黄金从周一收盘的4077一路阴跌，最终收在4038，全天没有像样的反弹。白银的表现更能说明问题，它单日跌了2%，收盘57.53，明显跑输黄金。这一强一弱之间，金银比价从前一天的69.4抬升到了70.2。当白银这个黄金的高弹性小兄弟带头往下杀的时候，往往说明市场的风险偏好在收缩，资金不太愿意在决议前多冒险。这里我要诚实的跟昨天的判断对个账。昨天我特别强调4050是近端第一道支撑，只有先跌破它，才轮得到考验4000。结果周二4050这道坎确实没守住，金价收在了它下方。这一步走得和预期一致，但同时我昨天也说过，在美联储真正开口之前，4000这道生命线大概率不会轻易被击穿。目前来看，4000也确实还在脚下撑着，所以这波下跌更像是我预期中的那种蓄势和试探，还没到撕破脸的地步。这个判断对不对，今晚见分晓。我们把镜头拉近，仔细看看黄金这一天是怎么走的。周二黄金全天的波动区间大约在4013到4030的这一带，开盘之后就承压下行，反弹乏力，卖方明显占据了主动。从更大的格局看，现在的金价依然被牢牢压在50日均线4202和200日均线4591的下方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打个比方，均线就像是价格的成本重心，当价格持续待在这两条重要均线下面，就说明中期持仓的多头是被套着的，是难受的。市场的中期结构目前偏空，那是不是就该一路看空，赶紧离场呢？也不能这么急。你要知道，同样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多头和空头能读出完全相反的味道。看多的人会说，跌到4000附近，恰恰是决议前主力故意压价、清洗浮筹，方便自己低位吸货的经典手法。只要今晚美联储的措辞不那么强硬，价格随时可能微型反弹。看空的人则会说，连4050都轻松跌穿了，动能这么弱，说明反弹随时是出货的机会。4000一旦有效跌破，下方就是空头的天下。这两种读法都自洽，谁对谁错，关键就看4000这道线
和今晚美联储给出的方向。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你留意，周二盘中，金价其实有过一次想要重新站回4050的努力，但每次反弹到那一带就被卖盘无情地按了回来。这种反弹即遭抛售的走势，专业上叫做上方套牢盘的压制。之前在高位买进，如今被套的人急着趁反弹解套离场，就形成了一层又一层的卖压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周二黄金全天反弹这么无力。它不是没人想抄底，而是想解套走人的力量暂时更大。这层压力能不能被今晚的决议一举打散，是决定短线方向的又一个看点。接下来重点说说白银，因为今天它才是真正的主角。白银周二这2%的跌幅，几乎是黄金跌幅的2倍多。为什么白银总是涨的时候比黄金猛，跌的时候也比黄金狠？因为白银有双重身份，它既是贵金属避险品种，又是重要的工业金属，这就让它天生比黄金的弹性更大，是黄金的高弹性小兄弟。当市场情绪谨慎，担心经济需求，又赶上决议前避险资金撤退的时候，白银这种工业属性重的品种往往首当其冲，被砸得更深。从金银比价这个角度，就能更清楚地看懂今天这个比价。简单说就是买1盎司黄金需要几盎司白银，它越高，代表白银相对黄金越弱。周二这个数字从69.4抬到了70.2，意味着白银在明显的跑输黄金。这背后传递的信号是，眼下这波资金撤离、避险需求的降温和对工业需求的担忧，是同时压在白银身上的两座山。所以短线上，白银的下行压力，客观说比黄金更沉一些。当然反过来看，一旦今晚决议落地，风险偏好回升，白银这种超跌的品种，反弹的爆发力通常也会比黄金更猛，这就是它高弹性的另一面。好，弄清了金银本身，我们来看，到底是什么力量在背后主导了这一天？今天压着金价往下走的核心驱动因素，主要是2个，一个是决议前市场的观望和美元的走强，另一个是10年期美债收益率的变化。我们先说这里最有意思的一个矛盾点，按常理，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下降是利多黄金的，因为它降低了持有黄金这种不生息资产的机会成本。而周二10年期收益率其实是从前一阵的 4.69%进一步回落到了 4.65% 的收益率在往下走，黄金却也在往下跌。这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反常？这就说明在美联储决议这种大事件面前，收益率这个平时的主导变量暂时让位了，真正说了算的是决议前的风险管理和美元的避险买盘。你可以这么理解，在答案揭晓的前一夜，很多大资金选择先把手里的多头仓位减一减，落袋为安，同时买入美元来避险。美元一走强，以美元计价的黄金自然就承压。所以今天是一个典型的事件驱动压过基本面驱动的日子，而是也埋下了一个伏笔。收益率下行这个中期的利多因素并没有消失，它只是被今晚的决议暂时盖住了。一旦决议靴子落地，它随时可能重新发挥作用。再多说一句，美元和黄金的跷跷板关系，帮你彻底理解这个机制。国际金价是用美元来标价的，这就意味着美元和黄金天生像坐在跷跷板的两端。美元走强，就好比标价的尺子本身变长了。同样一块黄金，用变长的尺子去量，数字自然就变小了，金价看上去就跌了。反过来，美元走弱，尺子变短，金价数字就被抬高。周二决议前，避险资金涌入美元，推高了美元指数。这把尺子一变长，就直接压低了黄金的美元报价。所以你看，同一个避险情绪，在今天既没有流向黄金，反而借到美元，间接砸了黄金一下。这就是决议前市场最微妙的地方。再来看看避险这条线，说实话，
最近的地缘政治面相对平静，并没有出现什么新的足以点燃避险买盘的突发事件。这也正是黄金这2天缺乏有力支撑的原因之一。当没有外部的恐慌来托底时，金价就只能靠自身的多空力量和宏观逻辑来定价。所以现阶段真正能扮演避险开关这个角色的，几乎只剩下今晚的美联储。这也是为什么全市场的目光此刻都死死盯着同一个地方。那我们就来正面拆解今晚这场重头戏。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将在北京时间周4凌晨公布，紧接着是主席的新闻发布会。市场现在最纠结的不是降不降息这个动作本身，而是美联储对未来的措辞到底是偏鹰还是偏鸽。偏鹰就是暗示利率要在高位维持更久，也就是所谓更高更久的高利率。偏鸽则是暗示宽松的大门正在打开。这件事为什么对黄金这么要命？我再用最朴素的话讲一遍这个传导链条。黄金本身是不生息的，你拿着它，它不给你利息。而美债、存款这些是生息的。当美联储把利率维持在高位，尤其是扣除通胀后的实际利率还很高的时候，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很高。你等于是放弃了一笔可观的利息，去拿一块不下蛋的金子。这时候资金就没那么爱黄金。反过来，一旦美联储转向宽松，实际利率往下走，持有黄金几乎不再有代价，黄金的吸引力就会重新回来。所以今晚发布会的每一个字眼都会被市场用放大镜来解读，波动注定小不了。我们不妨把今晚可能的2种剧本都预演一遍，这样无论结果如何，你心里都有底。第一种剧本是偏鸽，如果美联储在声明或者发布会里透露出对经济放缓的担忧，或者暗示接下来降息的空间正在打开，那么实际利率的预期就会往下走，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下降，被压抑的多头情绪很可能瞬间被点燃，金价有机会快速收复4077，甚至向上挑战。第二种剧本是偏鹰，如果美联储继续强调通胀的顽固，坚持更高更久的高利率立场，那么市场对短期宽松的幻想就会破灭，美元和收益率可能不跌反涨，黄金则会承压，4000这道生命线就将面临最直接的考验。我个人不去赌具体是哪一种，因为决议前的猜测意义不大，但我会把这2条路都画在地图上，等价格用它自己的脚告诉我们它要往哪走。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但特别重要的点，就是所谓的预期差。市场往往不是对着事实本身反应，而是对着事实与预期之间的落差反应。如果大家本来就都压住美联储偏鹰，那么即便今晚真的偏鹰，利空也可能早已被消化，金价反而可能因为靴子落地而反弹。反过来，如果一个偏鹰的结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，那杀伤力就会被放大。所以今晚你不光要听美联储说了什么，更要观察市场原本以为他会说什么，这中间的差才是真正的行情。从技术面来看，黄金几个关键位一定要心里有数。上方第一道压力就在4077，也就是周一的收盘位，它现在从原来的支撑变成了要去收复的阻力，再往上是4113这道更强的天花板。下方最要命的就是4000这个整数关口，我把它叫做多头的生命线，一旦有效跌破，下一档支撑要看到3990，所以4000到4077之间就是今晚多空必争的窄箱。再来读一读黄金的动能，黄金目前的14日相对强弱指标，也就是 RSI， 读数是44。这里简单解释一下， RSI 是衡量涨跌动能强弱的指标，数值越高越超买，越低越超卖，70以上算超买，30以下算超卖。44这个数字处在中性偏弱的区域，既没有超买，也还没到超卖。这说明什么？回到我们开头那个反转还是洗盘的问题， RSI 还没跌到超卖，
意味着这波下杀的空间理论上还没有完全释放。如果今晚利空，价格还有往下的余地，但它也没有强到能确认趋势反转，所以现在断言反转为时过早。动能上，它是中性的，把最终的裁决权交给了今晚的消息面。白银的技术面逻辑类似，但位置更微妙。白银下方的关键支撑，看 56.2 这一带，这是它近期反复测试的底部，上方要先收复57之上的失地。再看60这个心理整数大关，白银的14日 RSI 读数是 41.5， 比黄金还要更弱一些，同样处在中性偏弱，但尚未超卖的位置，这和它今天领跌的表现是吻合的。白银的下行动能眼下确实比黄金更足，但也正因为它更弱、更超跌，一旦今晚风险偏好回暖，它这个高弹性小兄弟的反弹力度往往也会更迅猛。所以白银是今晚这场博弈里弹性最大也最值得盯着的那个品种。聊到这里，我必须要给你泼一盆冷水，认真说说风险。今晚是重大事件的窗口期，这种时候的市场最大的特点就是波动剧烈，而且极容易上下扫单，价格常常会先朝一个方向猛冲，把一批人骗进去或者吓出来，然后再反手走出真正的方向。所以无论你现在心里多看多或者多看空，都请务必对风险保持敬畏，仓位一定要谨慎，千万不要在决议公布的那一刻去追单赌方向。越是这种时候，越要保持冷静，看清方向了再动手，也远比在乱局里去猜要稳妥得多。手里没有子弹的耐心，永远好过满仓被扫的懊悔。好，我们把今天的所有线索收拢成今日关注与后市展望。我把它拆成短线和长线两部分，分开来看。先说短线怎么看。今晚的日程非常密集，北京时间周四凌晨是美联储利率决议加发布会，这是本周绝对的核心引爆点。紧接着周四晚间是美国第二季度的 GDP 初值，到了周五还有美联储最看重的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，也就是 PCE， 三颗雷，颗颗都能引发大波动。价位上，短线就盯死一个箱体，上沿4077，下沿4000。往上看，如果今晚措辞偏鸽，金价放量站稳4077，那就是空头陷阱、多头反攻的信号，可以期待重新去挑战4113。往下看，如果措辞偏鹰，4000这道生命线被有效击穿，那么跌势就正式重启，下方要去测试3990甚至更低。白银则跟随黄金，守住 56.2 才有反弹的基础，一旦跌破，杀跌会更凶。所以短线在今晚答案揭晓前，我的态度是偏谨慎、偏空的。再说长线怎么看，把时间拉长到几个月的维度，黄金的底层逻辑其实并没有变，全球央行还在持续购金，去美元化的大趋势还在延续，美国的债务问题依旧沉重，而利率的长期方向大概率是往下走的。这些结构性的力量共同支撑着黄金中长期向上的大方向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组合，短线我偏空，长线我偏多，这就是所谓的短空长多。这两个结论并不矛盾，短线是情绪和事件的博弈，长线是趋势和逻辑的胜利。那么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这波跳水到底是趋势反转，还是决议前的最后一次洗盘？我的判断是，在美联储今晚正式开口之前，它更像洗盘，而不是反转。理由有3个。第一，4000这道生命线目前还没被有效跌破。第二，RSI 44是中性偏弱，还没走出反转该有的破位形态。第三，真正利多黄金的收益率下行趋势并没有结束，它只是被今晚的决议暂时压住了。当然，我把话说明白，这个判断的前提是4000不破。如果今晚金价放量，有效跌穿4000，那我会立刻承认
洗盘的定性错了，那就是趋势的转弱，必须尊重市场。送你今天的一句话，记牢它：美联储没亮牌，4000别急着研破。最后，也想听听你的看法，你觉得今晚美联储决议之后，黄金会先跌破4000，还是先反攻4077？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判断。再次郑重提醒您，以上所有分析都只是我个人的复盘和推演，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。金融市场瞬息万变，尤其是在今晚这样的重大决议之夜，风险成倍放大，请您务必独立思考，谨慎决策，所有的盈亏都需要自己承担。好了，今天的点金日记就到这里。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再点亮那个小铃铛，这样每天早晨的第一手贵金属分析都不会错过。我是小金，我们明天继续点金，明天见。